明治7年，1874年1月17日，由8人联署的民专议院设立谏白书，被递交到太政官左院。谏白书批判有司专制，少数官僚垄断中央决策，将国家公权力属于个人手中，主张纳税人应当有参政权利，为此要早日开设民选议院，甚至提出人民政治参与越制度化，政府与人民越能合为一体，国家才会真正强大。总结一句话：牢记倒木维新之使命，不忘万机决于公论之初心。当然，这份谏白还没有上升到普选民主，而是把民权与国家强盛绑在一起，还是要用国家的强大来证明人民为什么配有权利，是国家统合取向的民权论。即便如此，这份谏白书仍然被认为是日本民权运动的起点。其实明治政府建立伊始，始终是想把公论放在太政官体系进行内部消化。其实这样也是慎之又慎，从议政官下局、公议所、集议院到后来这3院之中的左院，当权者试图在体制内寻找一个能够掌控公论尺度的容器，甚至曾在1872年因为左院少议官宫岛诚一郎提出的立国宪议而允许左院内部开始讨论国宪编撰，只是始终不让讨论落地为实质制度。而这份谏白书终于把公论从太政官体制内给拖了出来，让有司专制变为公开批判政府的标准政治语汇，把民权与专制的对立摊开了放在台面上。从此，人民权利、政府责任、搞选举、开议会、立宪法，不再只是体制内部对上的提议，而成为在公开的舆论场讨论的公共政治话题。不可忽略的一点是，联署谏白书8人的身份并不简单，就让这份民权檄文更有分量。中央政府不得不投鼠忌器，否则专制政府完全可以把这次谏白当作是反贼骂街，随便找个上到意图颠覆国家政权、下到寻衅滋事的罪名，把人给处理掉。8人之中，坂横退驻、后藤下二郎、江藤新平、副岛重臣4人，几个月前还是太政官参议，是政权实质决策核心成员、国家前领导人。在1873年明治6年政变中，因为征韩论的路线斗争失败而被迫辞职下野，从国家决策层被逐了出来，刚刚变成局外人。游历公正，曾是东京府知事、首都行政一把手，还是5个条御史文初稿的起草者，是政权合法性语言的架构者之一。冈本健三郎曾任大藏大臣，是国家财政机关的技术高官，知道国家关起门来怎么算账，国家机器的运转成本又是怎么一层层被摊派到地方底层人民身上。古泽资和小室信夫都是公派留学英国的国家储备干部，海归高级知识精英，是政府最想展示给国际的文明开化的代表。谏白书的起草者正是古泽，所以这份谏白书让政府难堪的不只是他的批判性，而在于他骂的太有资格。他不是敌人隔墙叫骂，而是昔日一起打天下、做天下的人来质问政府当权者为什么要背叛革命。既然倒木维新是为了万机决于公论，那么为什么是你们少数几个人要替全天下人当家做主？但这份谏白书最微妙的地方也在这里，4个前参议的下野身份，这就让这次谏白更像是明治6年政变败方的一次政治反扑。他们把自己的失势改写成有司专制与民权对立的公共政治危机，从而引发公众舆论对权力中枢的政治控诉，再借用这股力量重新回到权力的牌桌上。可话又说回来，坂横等人的出发点未必纯洁，但他撕开的口子却是真切的。可权力中枢的大门不会为几个回来要账的下野参议就立即重新打开，他们既不能肯定谏白书，否则就等于承认了坂横等人的指控，更不能否定，那动摇的是政权的合法性。所以政府只能把谏白书先锁进抽屉，收下不采纳，听见不回答。可问题在于，有司专制和民专议院已经进入舆论场，这就不是一个抽屉能关注的东西了。装聋作哑并不能持久。然而真正出来接招的不是政府的当权者和相关部门，而是名六社。名六社是文明开化时代的启蒙学术团体，聚集了一批知识精英和开明官僚。1874年2月13日，加藤弘之以个人身份在日新真事志上发表了民专议院设立疑问。虽然这不是名六社的集体行动，但一个名六社的代表性人物又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学者出来说话，这篇文章在效果上承担了类似官方答辩的功能。加藤的意思不是永远不要议院，而是说日本人民政治素质不够，社会文明尚未能够达到运用民选议院的阶段。如果此时贸然开设议院，只会制造混乱，甚至暗指坂横等人是少数人借用民意之名想要重新垄断政治。这就是政府笔杆最厉害的地方。他们不说你错了，他们说你太早了，不说人民不该参政，而说人民还没有准备好参政。听起来反而像负责任的国家规划，不是拒绝给予人民参政权利，而是在保护民权不要被不成熟的社会滥用。那么谁来判断人民成熟？谁来宣布时机已到？如果答案仍是太政官，是少数有司，那还是不肯下放权力。
说实话，这是明治政府还没有掌握专制体制的流氓话术和高压政治语言，否则完全可以说太政官左院已经是最符合日本国情，让国民充分参政议政的意愿形式。还可以反过来指责坂横推助等人是地方封建复辟，勾结境外势力，图谋不轨，是要破坏国家建设，扰乱人心的反贼。话说回来，坂横推助一方当然不能接受加藤的论调，今天说人民素质低，明天说制度未备，后天说国情特殊，这就是在无限期的拖延。紧接着，大井宪太郎以马成台二郎的笔名撰文反击，他的逻辑很清楚，正因为有司专制已经把国家权力垄断到这个地步，正因为人民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所以才更需要民撰议院，不是等人民被政府教育成熟了再开议院，而是要靠议院本身把人民培养成熟。东京的纸上反扑看似声势猛烈，实则根基很薄。整场论战的舞台主要集中在东京的报纸纸面，读者也大多是识字有学问，能阅读新式报纸的社会中上阶级。他还不是地方社会的政治总动员，更不是普罗大众的民主运动。更关键的是，所谓民撰议院的民边界本来就很窄，主要是士族、富农豪商与知识精英阶层，绝大数贫农佃户、下层丁民仍然不在这套政治想象的主体范围。但反过来看，也正因为他的民如此狭窄，这场运动才有了向地方下沉的现实入口。1874年2月，加藤新平返回佐贺，卷入氏族武装叛乱，4月被处以极刑。建白行动也最终沦为报纸上的口水战。坂横退驻在失望中返回土佐，这一趟返乡，自由民权运动开始下沉积蓄力量，因为他带回了一个可以让地方失意阶层重新凝结的政治符号。1874年4月，励志社在高知成立，它是坂横退驻、片冈健吉等人发起的政治结社。他设有会规、社员制度与定期集会。他开办励志学社，培养懂法律、懂西学、能阅读新式政治语言的青年。他组织商社与物产活动，试图替失业士族与地方统治提供经济支撑。他举办讨论会与演说活动，将抽象的民权语言转化为地方社会可以理解、可以重复、可以动员的话语。这不是在茶馆里谈自由，而是让一批被国家抛弃的旧武士重新有饭吃、有书读、有会可开、有话可说。自由民权运动之所以能够从土佐长出来，靠的不是浪漫，而是组织。励志社的出现让太政官的寡头们开始警觉。东京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并不可怕，一个能够同时培养政治人才、普及民权概念、笼络地方人心的组织才真正危险。所以1874年真正的结果不是民撰议院立即开花，而是公论脱离太政官的管理，开始寻找自己的社会载体。从这一刻开始，明治政府面对的就不再只是几个失势的参议，而是一个正在学会组织自己的政治社会。